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的大山里面。现在正值夏天，正常来讲，像这种田野间或者大山里面是有很多蚊子的，特别是晚上。但是也有例外啊，在我身后这个半山腰有一座房屋，200多年一只蚊子都没有，就是在里面跟在外面完全是两个世界一样，是不是觉得非常奇怪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座百年老寨看看它没有蚊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来到农村呢，就非常具有特点，到处都能看到菜园子或者农田，这是种植的辣椒，上面是玉米。玉米到了9月份的话，应该就差不多全部会收掉。那么在云贵川经常能够看到这样小的道路，就是很多老的村落啊，他们都把房屋建在半山腰。不过呢，现在很多地方是有道路的，而以前的这种村落啊，基本上建在半山腰是要走上去的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呢，也算是一个比较老的古村落。你看前方就能看到那些老房子。我们去探索的那个没有蚊子的房屋呢，据说是有200多年。那么这个村落肯定就不止200多年了。看看周边都是树木，其实这里也可以称之为森林。你来到云贵川，往往就会发现那些村落房屋其实就是在森林里面一样。现在上面据说还有人居住。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都有很多蚊子。其实说到没有蚊子的地方，在江西的那个龙虎山有一个村落叫做无蚊村，那里据说呢是跟一条河流有关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它只有一座房屋没有蚊子，这就非常奇怪了。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啊，蚊子很多，单单看这样的道路，绝对想不到上面还有人居住，或者是说还有百年老宅的存在。你像我旁边这座房屋也比较久了，应该人是搬走了。走在这个地方，一直能够听到蚊子在我耳朵旁边嗡嗡的响。然后这道路两边这个树林上面很多知了在叫啊。快到了，前面看到好多老房子，那里还有位老奶奶在整理一些东西。奶奶好。全是老房屋啊，都算是百年老宅。在这里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大家猜一猜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可不是那种石磨之类的，它是叫做旗杆石。在封建社会啊，你考取了功名，就可以在家门口啊放置旗杆石。就通俗一点呢，就是告诉外人呢，我们家有人考取功名了，那么身份就不一样了。因为要不然你考取的功名别人不知道啊，特别是考取的功名，那很多人呢就不敢对他家怎么样。这里说的功名一般是指举人以上，秀才不算。你好。你好。您是住在下面还是住在上面？我住在下面。以前住在这上面吗？这里。这个房屋是不是没有蚊子啊？没有蚊子。现在也没有？一直都没有。哦，就是在门外面就有蚊子，里面就没有蚊子。没有。啊，这个是属于大门是吧？对对对。朝门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大院里面看看，这个属于朝门。刚才这位大姐跟我们介绍，这个朝门呢，在以前呢，一般是不进出的，就我们说的像中门一样的，很多地主大院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朝门、大门就是碰到上级或者身份比较高的人，他才会打开。平时进出的话，可能就在侧门进去。在这个朝门上面呢，有很多雕刻，这个是麒麟吧？我们说麒麟送子，不过呢，有一些呢已经被破坏了。这里雕刻的也是麒麟啊，就是以前一个队就住在这个院子里面，有20多户人家，那差不多有100来个人了。现在都搬到下面去了。现在就是老人呐。老人住在上面。对，这个老人是我们家的婆婆。她不愿意下去啊？她不愿意下去嘛？可能住习惯了这上面。对对对。这个大院有200年。应该差不多嘛。整个这一块都是姓瞿的后代。姓瞿的。200多年也差不多有10来代人了。像刚才那位大姐介绍，
像以前这个地方中午或者晚上是非常热闹的，整个住在院子里面的人都在这里聊天，特别是晚上啊，能够到10多点钟。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农村也是这样的。在这个地方就是分界线，你如果在巢门外面就有蚊子，巢门里面就没有。所以有个玩笑说，你2只脚，一只在外面，一只在里面，那可能在外面的满腿都是蚊子咬的，里面就没有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院落里面，大家看看，全是那种石头铺成的地面，所以这个家族呢，应该实力也比较雄厚。他是主人姓瞿呀，所以这个大院呢叫做瞿家大院。在200多年前，瞿家的主人呢，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，家产呢终于比较丰厚。后面呢就做黄连生意，那这个家族呢就越来越强盛，从而呢在这个地方建造了一座瞿家大院。其实算起来呢，算是一个大型的4合院吧。你像连接巢门旁边的就是他们这个大院的院墙，这跟我们看的很多山寨类似啊。看看这个石头巨大吧，长度的话有一些可能将近2米，厚度的话有40公分，就相当于把整个这个大院围起来了。我听村里的老人说，在上个世纪30年代，贺龙元帅呢就在这里居住过1、2天。我在这个庄园现在站了10几分钟，一只蚊子都没有碰到。刚才上山的时候啊，很多蚊子在我眼睛旁边、耳朵旁边转来转去，但是这里没有啊，确实是非常神奇。原因呢，有一些专家来也没有解释得清楚。按照当地的说法，传说就是在以前有一个官员来到这个庄园居住的时候，刚好晚上呢就坐在那个巢门那里，结果呢有蚊子咬他的腿，然后呢他就对着蚊子说：“滚，这里不允许你进来。”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这里就没有蚊子了。这个纯粹就是一个传说，为了我们说的把这里形容得很好，其实呢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正常来讲的话，你像杂草这么多，然后有很多玉米，后面呢又是这种茂密的树林，肯定会蚊子很多的。但是这里真的是没有啊。那么大家觉得这里那个没有蚊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反正按照我的猜想哈，这个院落全部是用这种木头建造的，会不会跟这个木头有关？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会不会跟这些石头有关？因为整个这个庄园呢，建设它是遵循了一定的我们说建筑方式的。上面这里是堂屋，只不过呢，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由于着火烧掉了，所以就没有了。它整体这个大院建造的方式呢，有点节节攀高，节节攀升的意思。你看，这里是有台阶上去的。这个堂屋这一块离那个我们现在站的这个院落大概有1米高，而左右的厢房呢，它是比这个平面的院落高一点，比上面堂屋低一点。那么前面那个巢门上来也是有台阶的，整体遵循的就是节节攀高的意思。因为他们家族这里有人考取功名嘛，在古代他们家族当然也希望越来越好。这些石头都非常巨大，财力不好的人是建不了的。你看在这里呢还有一些雕刻，不过这里看不清楚是什么。像这样一块巨大的石头都有好几吨呢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没有蚊子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反正我觉得就是无外乎这2种，一个是木头的关系，一个是石头的关系。大家觉得这2种原因哪一种更贴切，哪一种更真实呢？我猜想很有可能是跟这个石头有关系，或者是石头里面的泥土有关系。因为这个木头的话，它200多年肯定是经过翻修的，如果有气味的话，应该早就散开了。它这些木头呢，也不是金丝楠木，应该就是那种杉木。所以我猜想啊，这里没有蚊子的原因就跟我们脚下有关。这里没有蚊子，但是其他的虫也有啊，还有蜜蜂也有，就是没有蚊子。这里好像住了一户人家，看看现在在不在。
还是说已经搬走了。反正刚才那位阿姨说，这个院落呢，现在就剩下3位老人在这里守护着。以前的房屋真的挺有特色的，挺有特点的。百年老宅就剩下如今这一些。如果冬天来的话，这里草没有那么茂密，下面的石头就应该看得更清楚了。这个院落里面最多的时候住了100多个人，20几户啊，那应该算是相当的拥挤了。这里面看看，哦，这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住人了。这里养了一些鸡鸭在这里。你看这个院落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是没有蚊子的。出了这个院落，马上就看到蚊子了，这太有意思了。以前大门好像就是在这一块位置。听说这里还有个他们那个古墓，就是他们先祖的墓，在这里去找一找。这里现在由于只住了几个老人，所以这个路啊，草比较茂密，因为大家都搬下去了嘛。如果是以前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多杂草，真的是在树林里面穿梭一样。哦，这里可能还住了一户人家。听刚才那位大姐说，这个地方呢，现在就剩下3位老人，他现在还不算住在院落里面。其实真正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位奶奶，她是住在院落里面，古墓应该在那个位置，我们就不过去了，因为这里草太茂密了，不太好走。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看看这个老宅。其实，在利川这边很多这种100年老宅，因为这边属于大山里面嘛，很多这些老宅呢都保存的比较完好。基本上很多老宅在20年前都有人居住。你像这个地方20年前住了上百个人，然后后面是慢慢的大家搬到马路边上去了。像刚才那位大姐，她大概是20、30年前嫁过来的，当时就居住在这个里面，最多的时候里面有上百个人。后面呢是搬到马路边上，因为那里交通方便。在这个上面的话，我们刚才上来也是爬山上来，很多东西呢是要靠人扛提着，不太方便，所以才搬下去了嘛。这个地主大院我们就看完了，确实是非常传奇呀！一道院墙，2个世界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，200多年一直都没有蚊子，这个呢到现在也是一个未解之谜，因为连专家也解释不清楚。希望某一天呢，这个谜底能被揭开，因为其他很多地方没有蚊子，它已经破解了出来是什么原因，而这里却没有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